打仗引起通膨买房子，那跟今天天气很好买房子一样嘛。打仗呢，资金就会移到台湾来，热钱移入台湾，台湾就会买房地产。因为万一飞弹打到台湾，房地产不就炸烂了吗？你看现在杜拜不是整个房子都没人要？台湾的政治生活圈常常会这边画一条捷运，20年过去后还没出现。汐止最惨，本来民生汐止线拉过去，20年过去那条线还没盖。实价登录造假，怎么会有这种事啊？实价登录怎么可能造假1/5的预售是造假。大家好，下班去你家。今天呢，Sway 哥他跟我约在这边，但我找不到他人。我们今天要聊5个有关于房市跟建商的秘密。你如果要买房子的话，先看完这集再买。哎，哥在那里。哥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而且还那么高。我们为什么要约在这里啊？这公园啊，可是有时候你看到公园不是公园哦，其实它是滞洪池。台北滞洪池不多，但是台湾高雄或是桃园、台中都有很多滞洪池。你只要看到像下层的那种挖工那种，有没有？就下线的地方，那就是滞洪池。所以你看到公园不一定是公园。另外给他看一个，就是有没有老人家。就老人家喜欢一个公园，然后那个公园就会有人气，那个公园就是安全。老人家不喜欢在不安全的公园，比如说他觉得这里公园怪怪，以前可能是坟墓啊，因为很多公园以前都是坟墓哈，老人家不爱去，所以你要买就买在有人气，但是呢，最好不要太有人气，太有人气有点太吵。对，像新店跟文山区都有一个公园啊，太好玩，然后小朋友整天尖叫，然后那种公园第一排的住户会疯掉这样。所以有公园不见得好吃，也不行。所以它的溜滑梯其实也没有多好，可是小朋友只要溜下去，高吧，有一点点高就尖叫，整天在尖叫。好，那个公园也不是很好。原来看公园也有这么多的门路，那看房子一定更多门路。今天请哥来就是要破解一些大家觉得的迷思。我最近看到啊，全台10大行政区可以议价，表格第1名可以杀到2成哎，这个不能参考吗？通常啊，发稿单位会有一些自己的小心思。他如果想卖房子，卖这10区呢，就挑这10区。平均房价怎么计算呢？他也没有跟你讲怎么算。比如说杀个2成，好不好？可以杀3成呢？杀4成呢？可会不会我们就太过分，杀太多，人家不理我们？所以这时候你就比照实价登录，去看看那个现在的成屋市场长什么样子。因为预售也会变成屋嘛。对。然后有时候预售没有成交，你哪来的成数啊？信义计划区最贵，以前开价600万，后来成交300万。差价50%嘛，问题它就是各成交1户而已，可不可以参考？对，他说多少就多少嘛，这是文章他写的呀，没有人买才是事实啊。但是你还是去看一下实价登录有没有人买房子，价格合不合理？不然你说我2成好划算，你去买，不对啊，你投资在干嘛？就是你要去检视实价登录的成屋的部分，毕竟房子也会变成屋，你找新成屋来做杀价的依据还比较准确。那我们看最近你知道股市动荡很剧烈，因为油价的关系嘛，油价带动通膨，抑制通膨或是要你知道避险的话，就要买房子。你同意这个说法吗？打仗引起通膨买房子，那跟今天天气很好买房子一样嘛。打仗呢，资金就会移到台湾来，热钱移入台湾，台湾就会买房地产。对，有啊，有这个说法啊。所以什么都要买房子，是不是？因为万一飞弹打到台湾，房地产不就炸烂了吗？你看现在杜拜不是整个房子都没人要，打仗不是应该买什么黄金、贵金属吗？然后或者现金吗？对，你应该买的是那种，比如说全市值的东西，就是大家要涨一起涨，大家要跌一起跌，比如说2330，你就买这些才对啊。通膨的关系，几年之后我缴的其实是越来越少，不是这个想法吗？通膨的角度来解释的话呢，不能够解释在自住市场，可是大家很喜欢套在一起。自住的想法就是买一间来住，这就不是抗通膨，这叫刚性需求。就像你这件衣服，刚性需求就是我就是要买这个外套。那如果今天要投资，你要想到二手市场好不好，会不会增值？你是不是买香奈儿？为什么不要买 LV？你就考虑到这件事情。自住要赚钱，天体大能不能好的事情。台中有捷运站，号称说它有捷运，然后生活机能又好，大部分人就想说，哎，他有说有捷运站，那我就赶快去那边买一间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它有可能改变路线或什么。就没了。台湾的政治生活圈常常会这边画一条捷运，然后20年过去后还没出现。台中的那是捷运线，
换了一个市场变公车，再换了一个市场，连公车都结束了。汐止最惨，本来民生汐止线拉过去，在很多届的市长之前就说有这一条线，市长也说我们有这一条线，每个人都说有这一条线。20年过去，那条线还没盖。淡海的轻轨、新店安坑也是一个例子。他们在规划有轻轨的时候，全部都认为那边真的是捷运站，的确也会盖，也正在盖。等到盖好之后，发现它就是个当当车。你住在有捷运的地方，结果你还是骑摩托车、开车上班，因为当当车太慢。那结果还不是一样？那你觉得捷运站重要吗？最近有个新的叫做五股轻轨捷运，到一个郊区买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，你就是塞20年、骑20年的车，那你要的捷运站干嘛？一些啊，就是他们会主打这个生活机能很好。他本来说有好事多，后来呢，好事多没有进去。当初好事多并没有宣布说我要到这里，是所有的人都说，这里哦，这里哦。然后建商说这里哦，这里哦，所以谁的错？不是好事多的错，是建商的错啊。威秀到淡水，楼下就是威秀影城，然后去买那个社区。后来威秀不去了，所有的消费者去告建商，还我威秀。有成功哎，谁的错？建商的错。这样讲，眼见为凭，就这个又用不上啦。所以你还是确定好说它的功能是什么，再来决定说这个店对你来讲有没有用。荒地出现一栋宝雅，宝雅是为了解决便秘用，出现一个麦当劳，那结果说因为健康关系，大家不吃麦当劳，出现一个星巴克，然后房子就来了。其实建商会给很多厂商直接免租，我不用租金，我帮你盖好一栋透天，欢迎你来进驻。等我房子卖的差不多之后，我就要给你算租金。新官就觉得要算租金哦，而且这么贵，没有多少杯，老人家喝都不买东西，只会喝热水算了，我就走。对，所以星巴克倒的也很多，只要没有生意他就倒，什么天母也倒，林口合一住宅也倒啊，3000户的房子养不起一个星巴克。预售屋半年前跟半年后一坪大概差了6、7万块，那你看这样来回下，那是不是总价就差了100万？很多很多。高雄的那个案子是含装潢、全室装修，对，卖给你，然后结果实价登录拿来看，它的装修只值10到15万，它只登录了10万到15万之间，但那个是技巧，全室装修绝对不止10万块，做给银行看去冲高它的贷款用。这个房价假设1000万，加上200万变1200万，然后送到银行去，它的成交价是1200万。那银行说你有含装潢，那所以我先写个10万块，事实上可能花了100-200万做装潢，那是不是多贷很多？可是后来的买家觉得，我不要你这个烂装潢，你给我全室装潢，这全部都一模一样，我宿舍啊，你还是直接给我折价好，反正我不用装潢，我要便宜就好。所以他后来下一个案子呢，就直接杀，这就是预售风险嘛，早买不一定便宜。比如说像宝家，我们知道它是不留余屋的，刚盖好，价格最贵，预售完到了成屋之后，它开始会折价，因为它要卖房子，每多一天，它的风险就是漏水一天。保价的尾声真的会可以砍很多，8万、10万一坪都可以做得到。房价是往下走的时候，慢慢挑没关系，不用担心。你说做不下去了嘛？那当然是抛售啊，因为现在有很多人是抛售，他宁愿赔钱也要出。建商被抓包实价登录造假，怎么会有这种事啊？实价登录怎么可能造假？1/5的预售是造假。新庄有个案子我记起来，他用人头去做成交，然后去跟银行做贷款，说我们卖很好啊，这样，然后跟消费者讲说我们卖很好，赶快买哦。然后后来金流有状况就一查，他有几10户全部造假，但是他实价登录。可是那我们怎么会知道？结论是不会知道。对，建商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想要骗你的时候，一定会给你看实价登录，说你看这个哦，对不起，我比掉了，怎么这一户哦，就这样子哦这一户这么贵哦所以可是行情没有这么高啦。然后再给你打个折，可是这户这么贵啦现在你懂了就暗示你说可以造假哦。所以这户1000万就被做到1200万，甚至有做到2000万。可是现在银行可以学聪明了，银行现在用估值来做算，就是说他会估这附近行情多少，银行不会估实价登录的高价，会估中价到低价之间。所以很多人发现说，我买了这个房子，我去做贷款的时候，银行不贷给我8成，行情1000万，你去说我这硬额买2000万，银行是不管2000万的成交价格，他会用1000万去做估值，那你就知道你买贵了。近10年来，有超过60个人以上的公安意外，应该不止，我记得看到的可能更多。3个字的建商，几乎每个案子都有公安意外啊，几乎每个案子都有死1到2个啊。建商想偷工减料，就会开始先省工钱，所以台湾永远缺的是便宜工，很会盖的工绝对不缺，老师傅都还在，老师傅很贵。比如说一个师傅3000块，便宜工1000块，你选谁？
建商都选1000块啊，一个我可以找3个耶，对，要快速施工，所以偷工减料的结果，台湾缺很多便宜工。然后便宜工呢，以前是台劳变成泰劳，再变成越南，然后最便宜是柬埔寨，越便宜就越失控，没有办法管理，不会弄。不会盖，随便盖，建商就是随便他做，建商的工头啊随便啦，就是你给我盖起来像样就好了。房价下跌的时候，建商就偷得更凶，现在连好建商都会请到便宜的烂工。你想象不到他偷工的理由只是为了多抽一包烟。前几天就发现、不是有那个喷屎的那个吗？对，那个真的很恶心，就喷屎喷到像变泳池这样。大家都知道你是喷屎大佬，然后他的回答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污水跟粪管坐在一起很正常啦，那完全是不正常，偷工减料的联动关系。这样我们买房子不是很没保障吗？就是这样，所以尽量不要碰预售屋的原因在这里，涨不起来，卖不动，还有会漏水，还会喷屎。可我这样被你吓了，我不知道怎么买房，所以快教我。成屋眼见为凭，看得到就是好，不要去幻想不存在的捷运站或是星巴克成为你家房价的助力，那都不对。你看到的都是假的，自住就是自住，投资就投资，投资就去买你认可的投资商品，想好你的生活需要，比如说这个公园。你如果每天需要这个公园，你就应该买在公园旁边，不要做任何幻想，买房子才是踏实的，需要什么就去看才是对的。好，那今天就写个5个很大的误区，大家不要踩雷了。然后哥也讲得很大白话了，大家要记得避开，主要就是买你看得到的，你一定会用到的，这是最重要的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，拜拜。